好深呐！一股凉风吹出来，悬崖匪寨发现古时地道，青花瓷瓶生活用具藏于其中。明清时期的铜锁，进入地道弯转悠长，不知通向何方。这是位于重庆奉节的一处旧时匪寨，因时而传出怪声，得名鬼寨，就叫鬼寨。那么此处还有多少谜团等着揭晓？跟随户外小北一探究竟。历经艰险，我们现在终于是来到了这个鬼寨的下方。这边还有一些设计垛口。这个有可能是一个土匪寨子，几十年前啊，当地人觉得这个寨子很诡异，所以才改名为鬼寨，也不知道它以前的名字叫什么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下面荆棘密布啊，可以说是几十年间没有人敢到这个附近来了。现在先锋已经开好了线，我们这时候呢就上去一探究竟。哇，这个岩壁上面有很多这种小虫子啊，这里是什么？有很大的凉风吹出来。这个好像是寨子里面的一个密道，哇！看这个石墙已经和山体的颜色是合为一体了，所以说这个寨子呢就很难被发现。当时建造这个寨子的人用这个毡子将这个石头给削平了，他是为了这个外面想上去的人呢，他就没有那么容易爬上去。很多人问我们下100米天坑之后是怎么上升的，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上升的哈。咱们几个队友已经全部进到寨子内部了，这里能够看到当年在这里架了木梯的痕迹。这是青冈树啊，所以它历经100年不腐。然后在我前面呢，就是这个寨门，寨门上面做的有门柱孔，曾经这里应该是石门。这个石墙的厚度差不多在1.5米左右，高度呢是1.8米左右的宽度是1米左右。据说每逢雷雨到来之时，这个寨子里面会冒出金光，灯火通明，不时还会传出女人的哭声。这是当地人说的哈。咱们能够成功上来，全靠这个孟少杰、依依他们做的这个人体锚点。他们2个人就只有我1个人中。这边过来了，可以看到这里是一个观察孔还是透气孔，它贯穿了这个1.5米厚的寨墙。哇塞，这里能够看到我们对面的峡谷。这里有一个圆形的方孔，果然和我想的一样啊，它这里是做的有一个越阶，有2层，但是里面的木头又去了哪里呢？哇，这地上有好多这个画眉鸟的鸟毛，被鬼吃了，有可能。哎，这是化石吗？哇，真的是化石，这应该是贝类的化石。咱们在这个位置又发现了有这个，这应该是明清时期的铜锁，但是这个铜锁已经烂掉了，也不知道它内部的结构是怎样的。这里还有一个锁链，然后这个寨子基本上还是保存的比较原始的状态。这里有地道，哇，好深呐！一股凉风吹出来，会不会他们说的那个传出女人哭声的那个声音就是来自于这个洞呢？哇，很窄啊，这个。哇，天哪，这里不好放脚啊！哇，这里有支洞，向阳，你们快来！现在我从这个上面下来之后啊，这个洞道非常扁狭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，这个上面是架的有这个大石板哈，做成了2层，这里一直下来呢都是这样的石墙封堵，然后空间还挺大的。在我身后呢就出现了一个裂缝，这里还有一个陶缸，哇，这里还有一个8瓣嘞，这是个夜壶吧？椰腐吗？闻一下，有没有味？啊，有点那个味道。那个味道不好言说。可以看到这个，哎，你看这个，我们现在脚下踩的来，我可以把这个拼起来。哇，真的，那是以前是完整的哈。嗯，青花瓷。巴拉巴拉。队友在这里发现了一个用棕绳绑住的青花瓷瓶，
这个上面还有孔雀，这是丹顶鹤还是孔雀？松鹤延年。松鹤延年哦，大清乾隆年制的小篆体，乾隆时期的一个冰裂纹的梅瓶。别看瓶子了，这边还有通道。要从这个点红的位置爬进去，看一下。你又发现了一个小洞口。来体会一下。哇！哎呀，刚才还有好几个通道，我们继续查看一下。现在也不知道现在多深。哇，这里有一个洞，这里有个洞啊，也是盲洞。现在这里有一条向上的通道，看一下，很高啊。现在这边还有通道，这个中间就像一个F 一样，很像堆在这里的。记着，我们刚刚是从这边过来的，那个半崖之上也有一个通道。队友他们过来了，这个应该是以前的一道石门。然后石门这样过来，这里有个向下的通道，这里有古人修的台阶，看一下。哦，天哪！这里下去有2、3米高，下面就是一个扁狭的裂缝。这典型的页岩层。我们现在要从这里下去。这种一般是在火山喷发的时候，这个里面有空气涌动，然后形成了这种气道。看这个下面，我们现在从这里下去，这个上面下来的。然后我和孟小姐呢决定从这个通道进去查看一下，这里四通八达的，全是洞，真的像地宫一样。你无法想象古人在这个里面经历了怎样的故事。这边也是有通道的。哇，这个比我们之前去过的那个古寨迷宫洞道要宽一点。这里又是一个狭窄的通道。哇，真的是蜿蜒曲折呀！我给大家看一下前面。这里面非常狭窄，只有20多公分，所以我不敢贸然前进。我们从这个洞退出来，然后看一下其他的洞道。我的天哪！但是能看出这里是有人走过的。这边，哎，这边有个洞道，我们去这边看一下。哇，蝙蝠，蝙蝠！这个里面并没有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。这里洞道再次一分为二，好多蝙蝠啊！哦，刚才那个狭窄的洞道就是通到了这里来了。天哪，这也能走人吗？右边这个洞成了盲洞，然后这个墙壁上面还有这种被战子开凿的石孔。曾经这里应该是做了防潮的处理。现在队友他们还没过来，我们四周查看一下。这里也是盲洞，然后这边又是通向哪里了？看一下，大家看这个地上，就好像是昨天还有人踩过的，但是这个寨子我敢保证，它是几10年来从来没有人进来过。看一下，这里有一个小通道，哇，这里也要爬进去吗？看一下，这个前面越来越窄，但是能够感觉到这里曾经是有人钻进去过，就是不知道怎么进去，也是只有20多公分宽。要是有个子小的队友能够钻过去看一下就好了。可以看到，这我根本就是钻不过去呀。我们这时候原路返回。现在咱们又回到了这个地道口，终于能够闻到
外面这个清新空气的味道了。哇塞！想不到这个寨子里面这么深。天哪！哇塞！嚯！很累吧？现在我们已经回到了这个寨子口面。现在我们已经回到了这个寨子的大门，这时候天也快黑了。那么关于这个寨子里面传出鬼哭狼嚎的声音呢，我相信就是那个风啊撞击这些岩壁的声音。那么说里面是灯火通明，我们确实是在里面没有别的发现啊。那么我猜想呢，应该是当时建造这个寨子的人啊，他用来进行防御的，因为这个寨子啊石墙，这是它的物理防御。那么说的这个鬼故事呢，就是它的精神上的防御。这个我们在以往探寨的过程中也是并不少见的。那本期视频呢，我们就拍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，拜拜。100米天坑底部存在瑶池仙境，你敢信吗？洞口的石墙堡垒难道是仙女居所？原来之前应该得挖过药。再挖个药，哦，里面有名贵的药材啊。老人口中的珍奇药材是否真的存在？羊脂白玉般的人形怪石是否价值连城？这里是中国贵州望天洞，一处当地人口中的生命禁地。今日随我利用绳索技术实拍天坑内部密道，看看暗河最终通向何处。拍摄不易，感谢您的支持。这一次呢是选的自然锚点啊，我现在做好了保护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下面。这下面很高啊，不要惊慌，继续下降。喂，喂，喂，喂喂喂，什么？这是什么嘛？哇，在这里发现了天南星，大家看，这个又叫乌头啊，是剧毒的一种植物。下降了70来米，一路下来了，遇到了有很多这种天南星啊。现在我挂到保护站上面，我们看下面，还挺高啊，差不多还有40-50米才能到底了。袍哥，袍哥，哇！这是神尾，这是我们的天坑底部。什么叫精确？刚好到底啊！现在这就是这个天坑底部的样子。这下面是杂草丛生啊，荆棘密布，有一种原始森林的感觉。看这个天坑底部，究竟能发现什么神奇的东西？这里有一个类似无花果的东西，看到没？很软哈，是这种样子的。啊，就是无花果，这个是野生的无花果，还挺香。但是在野外这种食物一定不要随便食用。我们继续出发。这就是野生的无花果。天哪，看到没？哇，这一整束都是。这个还没成熟啊，也不建议大家看到就吃这个。这个说不定有毒。好，咱们继续前进。可以看到那个岩壁下面呢，我们刚才用无人机是发现了有一个城墙，好像还有一个石头的垛子。名贵的药材我没发现，但是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好东西啊，给大家看一下。野生的木耳，在这个枯树上面，这个是比较常见的东西。这好像是一株金蛋子，这个应该是当地的人呐，在这个岩壁上面用绳索挖这根金蛋子，最后由于某种技术上的错误，导致这根金蛋子是跌落下来了，太可惜了。所以说，一定不要采挖这个野生的盆景啊，这个挖了又种不活，太可惜了。这么漂亮的金蛋子，我们一定要用这个树枝这样晃动一下，
避免这个杂草中啊出现大蟒蛇。在我的正前方呢，就是一个洞口，那边呢是户外3观哥。我们继续前进，在我们面前呢就是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啊。从这里看下去，能够隐约看到那个洞口的城墙。然后在这边，我发现了我目前见过最大的乌头。这个看起来很像魔芋啊，但是大家千万不要挖回家吃，这个是有剧毒的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前进，因为在坑底并没有发现名贵的药材。已经来到了这个洞口，从这里望上去，能够望到天空，应该望天洞就是说的这里哈。哇，那个前面漆黑一片，不知道里面究竟藏着什么。继续出发。这边呢，出现了一个大火堆，但是从这个剩下的木料腐败的痕迹来看呢，这个应该是遗落了很多年。然后在我的正前方出现了巨大的石墙。哇，这是干嘛用的？这是个一些小屋子啊，好干净的一些小屋子。对啊，好干净啊！这个在里面有碎石块做起来的城堡，有没有可能这是一个巨大的木种？后边应该有洞，感觉有洞，因为从这里有个走道进去。看起来是有点像一个木。对啊，还有个小平房。这个小屋子感觉太精致了。这里有个洞口，你看上面有洞吗？哇，上面有个东西，有个松鼠。一只松鼠。现在3观哥已经进入了这个洞道。哇，摔了一跤。可以看到这个旁边呢有一个取水池，这是非常纯净的山泉水啊。这个洞道并不高，人可以勉勉强强的站起来。这里是盲洞，主洞道在3观哥的前方。咱们继续前进。哇，看这里有一道石门，不知道这个会不会是土匪寨的核心部位啊？哇，这下面有一个大厅，这个大厅很宽阔，前面有流水声。哦，有流水声。对。应该连通了地下暗河。哇，这里下去有一个断崖，下面就是地下暗河。这个洞腔好大呀！有人吗？没人啊。我们从这里开线布绳，继续下降。这应该是一个放背篓的座子。哦，估计要从这里下。要从这里下。哟呵！哇！正在生长的蛋黄石，上面的石块啊，被水流给冲下来了，在这个暗河里面被冲得七零八落的。哇！瑶池仙境啊，非常的漂亮。咱们继续深入。这个洞道在这里变得平缓了，而且上面呢是一个峡谷，非常的好走啊。这里面一个人为的脚印都没有，整个是非常原始的状态。这个暗河在这里呢，就出现了向下的叠水。哦。我特别喜欢把这个电筒放到暗河里面，因为这种景象真的非常的漂亮。这个泥土被水勾勒出了时间的印记。咱们继续前进。
从这里下去有一个小断崖，风呢从这个上面降下来了啊，可以看到这下面依然是这样的云盆，而且这个洞壁上面呢有非常漂亮的钟乳石。咱们继续前进吧。看这根钟乳石，洁白如玉。像这个地下暗河洞道了，能出现名贵药材的几率并不大，但是这个不影响我们探索的脚步。哇，好漂亮啊！像一滴蓝色的眼泪。一路下来都是这样层层叠叠的云盆。哇，好漂亮啊！这个，哦，大家看，好漂亮啊！这个下面呢，河道变得越来越窄了，然后在这个旁边出现了这样一幕，哇，像不像玉雕师傅在这里精雕细琢？哇！做出来的手把劲儿。下面呢就是地下暗河，但是在那个方向啊，一个非常漂亮的钟乳石，我带你们过去看一下。我不说它是钟乳石，你们一定以为它是冰条。看到没？好透啊，真的是洁白如玉啊！但是这个下面有断痕，这个应该是涨大水的时候啊，这个石头冲下来，把这里给撞断了，感觉还挺可惜的。哇，太漂亮了！这个地下暗河呢，就在这个下面，咱们可以随着地下暗河继续前进，因为这个前面呢已经没有洞道了。走，我们进入地下暗河。又看到了这个亮晶晶的一幕，哇！来看，啊，这一直上去都是，好漂亮。现在我们从这边过来，这里依然是漂亮的云盆，然后这个下方呢出现了一个小断崖，深度未知。这个左边呢，哇！看到没？有水这样下去了。看一下，这里下去非常的狭窄，可能人是下不去的。所以我们现在准备去征服那个断崖，但是现在没有绳子了。啊，怎么办？没有绳子了。征服这个断崖。像这里出现了一个小奇观。哦，很漂亮。我已经从这个断崖上面下来了，现在三方哥哥正在下。这个下面呢依然是一个深潭啊，有幽深的洞道。咱们继续前进。这里是两股暗河的汇集之处。从这个上面呢有一个泉眼下来，这个上面有一个天生石桥。前面依然是一个峡谷。走吧，继续深入。走过了这个长长的裂缝呢，这里水流变得非常平缓，而且这里全都是泥土封起来了，看到没有？这一整片都是。然后这个前面呢，暗河应该是出头了，没有洞道了，兄弟们，兄弟们，没洞道了，没洞道了吗？对呀、暗河到了那里呢，就已经完全结束了。哇！小北，帮我拍个镜头。这个里面并没有发现土匪的遗迹，也没有发现名贵的药草，所以说这应该是当地的人啊，没有经过这个洞遐想出来的一个美好的夙愿。现在呢，咱们原路返回，因为现在已经晚上8点多了，肚子饿得咕咕叫。哇，天已经黑透了，这个望天洞呢就彻底探明了。在下面并没有发现这个老人说的名贵的药材，现在还在爬绳子。
我现在挂在了保护站上面，大家一定不要模仿啊，这是安全操作。那么本期视频呢，到这里也就结束了，感谢大家观看，关注我，带你看更多美丽的风景，带你体验不一样的探险之旅。拜拜。100米天坑的深处藏有妖怪，你敢相信吗？这是位于大山里的一处消水深坑。根据当地老人叙述，天坑几十年来吞噬牛羊无数，当地牧场因此荒芜。猜测这是坑里妖怪作祟。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？我们决定利用专业装备下入其中，实拍天坑内部景象，一窥端倪。这个天坑呢，几十年来从未有人下去过啊，据说常常有牛羊失踪啊。现在这个田地呢都荒芜了，没有人再敢把这个牛和羊啊放到这个牧场里面来。今天呢也是帮当地人老乡呢解开这个谜团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前面大片的荒废的牧场，真的非常的可惜啊。天坑呢就在这个悬崖的底部，然后我们现在呢是走到这个水沟里面去。现在我来看路，这个就是石菖蒲啊，菖蒲。上次在阎王沟有很多人说找到那个蓝草是菖蒲，实际上并不是的，这个才是菖蒲。哇，感觉这里就要开始布绳了，因为这个下面有一个断崖，在那里做了一个起始锚点呢，做了一个自然锚点，然后在这里呢就要做保护站了，在这个断崖，我准备在这个位置做一个保护站。然后我们的后援呢在这里等我，我先开线。现在我做好了保护，给大家一个安全拍摄。这个下面就是垂直下降了，我现在到那个前面去看一下，找了一个石头，我们往下丢一下，听一下声音。哇，非常的深啊！继续开线布绳。看一下这个下面究竟是不是有妖怪啊？在这里做一个保护站，然后我的队友在上面等我。好了，开搞。在降到这里之后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天坑的底部了。可以看到在那边呢，那个水帘的后面有一个黑漆漆的大洞，目前还不知道那个洞的深度啊。我们现在在这里还要做一个点。然后就可以一层大概20多米就可以下降到天坑的底部了。走，咱们继续开搞。大家一定不要模仿啊，我们是穿戴了专业装备，专业的 SRT 技术。好了，继续下降。看这个岩壁上，真是野生药材的天堂啊！在我面前呢，这个就是石菖蒲，然后在这边呢又发现了有这个虎耳草，这个就是虎耳草，我们把它弄到这里啊。然后那个还有3变脸，有很多名贵的药材。然后再看我对面就是一面绝壁，哇，通天绝壁，很高很高。好漂亮啊！现在下降的是户外向阳，我现在已经成功的下降到了这个天坑的底部。可以看到在我身旁呢就全是这些乱石，而且有一些骨头啊这些东西。从我对面呢就是一个黑洞，然后有4、5道这个非常漂亮的水帘从上面倾泻而下，而且我左手边呢这个石壁是被洗刷的非常的光滑，这下面的水呢也是非常的干净，然后一点那个生活垃圾都看不到。哎呀，刚说看不到，这里就发现了一个矿泉水瓶啊，而且这里有衣物这些。哇，这里就是这个天坑底部的模样。我们待会儿等队友下来了，我们就深入这个洞道，看一下里面究竟是什么样的环境。在这个下面发现了雷管，这有很多这个电雷管，这应该是附近的村民丢下来的，很多电雷管。哇塞！这应该有几10个，缠成了一卷，这个已经失效了，我们就把它丢在这里。这里能看到外面在下大雨啊，我们先看一下，如果是干洞道的话，我们就继续前进；如果是湿洞道的话，我们就放弃今天的探索，今天作为初探啊。
哇，这就是个小水坑，这里要涉水了啊，要从水里面看一下前面是什么样的情况。哇，这里好大的雨啊！天哪，我现在已经过来了。哦，我先去看一下，你们在这等我。我看一下。哇，这里有一个暗河汇聚过来了。大家看，这个前面呢有很大2根阴沉木，快来！这里发现了2大根阴沉木，看到没？好大2根阴沉木。然后洞道就结束了，看到没？在哪啊？就在这个下面，这是一个小水洞，洞道结束了。结束了吗？洞道结束了，在下面发现了2根大阴沉木。哇！大家看，这个上面就是一个负角度的岩屋啊。因为当地的村民不知道这里面是什么情况，就觉得这里面非常的恐怖。实际上这里面就是一个地下暗河，消失的地方。有可能那边有那种小洞洞，水就是从那里消失的。因为这个水面并不深啊，可能也就1米多深。然后有2根巨大的阴沉木呢，是插到这个深潭里面的。这个洞道就到这里结束了，刚下天坑就结束了。看了个寂寞，看了个寂寞。他们说这里面有妖怪，有什么的，我觉得鱼都没看到有妖怪。这完全不可能哈，但是这个大家看这个石头上面的颜色啊，看着有一丝诡异。现在咱们就决定原路返回了，因为这个下面没有洞道了，没有探索的必要了。接下来我就为大家演示下到这种竖井底部是如何上去的。看完了这个竖井啊，我们就这时候就准备上升了。现在上升的是户外阿智，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手伸配合脚踏带，然后再配合胸身啊，这样。推拉做，推拉做啊，是黑做，然后就上去了啊。我们所有上升的方式呢都是这样。然后先把这个手伸呢，给它锁到上面，然后呢再把这根绳子呢拴到我们的胸身上面，就是推我们的手伸，推拉做。如此反复啊，就上来了，非常的轻松。现在我们就接近了这个保护站。这时候呢，要拿出我们的牛尾，给挂到上面，非常的安全啊。这时候呢，咱们就从这个妖怪竖井里面非常安全的出来了。大家也看到了，这个下面并不大，然后里面也没有发现老年人说的什么妖怪啊这个，但是这个坑边呢非常的湿滑啊，有可能当时的这个牛羊呢是走到这个坑边吃草啊，而且植被非常茂盛。一不小心失足了，就摔到里面去了。由此呢，就诞生了这个妖怪呀吃牛羊的这样一个奇怪的说法。好了，那本期视频呢，到这里也就结束了。关注我，带你看更多美丽的风景，带你体验更多不一样的探险之旅。拜拜。